这是一部在韩国极具争议的电影，一经上映就遭到整个韩国男性的抵制。很多女孩说在电影里看到了颓废的自己，同名小说更是在全球卖出了100万册。它像一面镜子，映射出无数女性的成长痕迹。建议女孩们带男朋友一起观看。智英是一名家庭主妇，每天做着同样的家务，洗衣做饭整理房间，有时她也会站在阳台发呆。这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吗？等丈夫下班回来，她又开始准备晚餐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繁忙的家务让她的手腕疼起来没完。她去医院检查，医生却反问她： 의사 선생님이 밥은 밥통 해주고 빨래는 세탁기가 해주는데 왜 아픈 거냐고 되려 묻잖아。 丈夫听了抱怨医生怎么可以这么和患者说话。看着憔悴的妻子，大贤心疼不已。他提议要不今年春节一起去旅游吧，不回自己的老家了。 내가 진짜 피곤해서 그래. 부산까지 운전하고 갈 생각하니까 앞이 캄캄하다요. 虽然嘴上说是自己不想回去，其实他是心疼妻子，因为每年回老家，身为儿媳的智英就有干不完的活，可智英却当场拒绝了。 말은 누가 들어? 아들 뭐라 하시겠어? 다 내 탓하시지。 智英明白，如果他们不回去，那婆婆一定会认为是她的教唆。大贤听了妻子的话，低下头沉默了。很快春节到了，他们像往常一样回老家过年。晚上智英不敢贪睡，凌晨5点就起床帮婆婆准备早餐。婆婆破天荒地送给智英一份礼物，结果竟是一条银行免费发放的围裙。婆婆说是自己排了好长队才领到的，智英只好强颜欢笑说很喜欢。等到一家人吃完饭，婆婆悠闲地坐在沙发上吃苹果，大贤陪着女儿一起玩耍，只有智英独自在厨房收拾。大贤看到后想要上前帮忙，婆婆却在一旁冷嘲热讽。 우리 대현이는 신식 남편 있네. 집에선 제가 다 해요, 어머니. 아이고 뭐라 하나. 이마 우리 아들 못지도 않는데 토를 다 넣어. 智英在婆婆眼里就像是个保姆，婆婆从来没有在乎过她的感受。好不容易熬到回家这天，大贤让智英收拾一下。 이거 끝내고 빨리 가자. 알았어, 가 있어。 智英还没来得及高兴，大姑姐一家又来了。婆家人其乐融融的在客厅有说有笑，智英却呆呆的站在厨房。婆婆心疼女儿在婆家劳累，于是让智英给大家准备午饭。大贤姐姐想要起身帮忙，却被婆婆拦下。她小声嘀咕说：“女儿回家就该享福。”这句话彻底激怒了智英，她也是别人家的女儿，内心压抑的情绪终于在此刻爆发。智英以自己母亲的口吻和婆婆说起了话。 사부인, 쉬게 해주고 싶으면 집에 좀 보내주세요. 저 지금 뭐랄까 너? 딸 오는 시간이면 제 딸도 보내주셔야죠. 신의상까지 다 봐주고 보내시니 우리 지영이는 얼마나 서운하겠어요. 아니 애미야, 이제 뭐하는 기고? 사돈, 저도 제 딸 귀해요. 全家人都非常惊愕，大贤见状急忙起身抱起女儿，他们和家人匆匆告别。而这已经不是智英第一次说胡话了，早在半年前，智英就开始时不时以别人的身份说话，而每次发作后她却什么也不记得。大贤曾拿着智英发作时的录像找过心理医生，医生告诉他这可能是产后抑郁症，最好让患者本人过来检查。回去的路上，他们经过服务区，趁妻子上卫生间的功夫，大贤给妈妈打去电话，他告诉妈妈智英得了怪病，让她不要给智英打电话责怪她，以免让智英再次受到刺激。很快他们来到智英娘家，一进家智英就躺在床上沉沉睡去。岳母担心地问大贤： 지영이 계속 잠만 자네? 피곤한가 봐요. 大贤没有把妻子患病的事情告诉岳母，他不想让家人跟着一起担心。回到家，大贤开始委婉地劝说妻子。 우리 팀에도 얼마 전에 애 낳은 친구가 있는데 그 친구 와이프가 산후우울증? 뭐 그런 게 왔대. 어머. 그거 되게 심각하더라. 그냥 그러려니 하면 안 될 것 같아. 그래, 무섭더라, 뉴스 보니까. 上班前，大贤把心理医生的名片交给智英，叮嘱她一定要去做个检查。智英跟着名片上的地址来到医院，可当她了解到检查费用高达35万后，还是选择了离开。回来的路上，智英看到路过的职场白领，曾经她也是其中的一员。那时的智英是公司的骨干，出色的文笔让她的提案根本不需要任何修改，就能通过领导的审核。领导对她也是寄予厚望。可最终，智英选择了结婚生子，回归家庭，做了一个全职妈妈。这天，智英在广场喝咖啡，身后几个职场精英却对她指指点点。 아이 부러워서 나도 남편이 벌어다준 돈으로 커피 마시면서 돌아다니고 싶다. 妈虫是一个极具侮辱的词语，她指全职太太依靠丈夫生活，这种对母亲的称呼令人气愤。智英随即起身，推着女儿离开了他们的视线。随着女儿渐渐长大，上了幼儿园，智英想要找份兼职，可她翻遍了招聘信息，也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。无意间，她发现离家不远的面包店正在招聘，上班时间和接送女儿也不冲突。于是智英便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丈夫。可大贤却不想让她太过劳累，他既担心妻子的身体状况，
也明白这不是他想要的工作。智英情绪低落地回到了房间。晚上，智英独自一人坐在餐厅。大贤想要向妻子道歉。 화 많이 났구나. 미안해. 야, 정대현. 智英突然变成他们好友的身份。 요즘 지영이 많이 힘들 거야. 저 때가 몸은 편해져도 마음은 조급해지거든. 잘한다. 고생한다. 고맙다. 자주 좀 말해줘. 听着妻子的话，大贤愧疚地哭了出来。他后悔平时疏于对智英的关心。不久，大贤被公司安排出差，智英便带着女儿回了趟娘家。与家人相处的这段时间，智英的精神状态好了许多。这天，曾经的同事找到智英，邀请她一起创业。智英有些担心自己是否可以胜任。 왜 이렇게 겁쟁이가 됐어? 우리 회사가 작은 회사라서 별로구나. 아니요. 저야 불러주시는 것만으로도 너무 감사하죠. 같이 하자. 네, 감사합니다. 晚上，智英把工作的事情告诉了丈夫。 오빠, 나 취직했어. 看到智英如此开心，大贤选择全力支持她，并决定请1年的育儿假，在家照顾女儿，希望可以让妻子的病情得到缓解。然而这件事很快传到婆婆那里，她先是打电话责骂智英，说她耽误了儿子的大好前程，接着又打电话给亲家母，告诉她智英的病情，让她劝说女儿不要出去上班。得知女儿生了怪病，妈妈急忙来到女儿家看望。 看到女儿憔悴的样子，妈妈心疼不已。她紧紧抱住智英，让她放心去做想做的事。妈妈轻轻抚摸着她的手，说自己会来帮忙照顾孩子。就在妈妈要起身离开的时候，智英的眼神突然变了，她以外婆的口吻叫住了妈妈。妈妈先是一愣，接着惊讶地转过身看向女儿。 그러지 마. 네가 그 꽃다운 나이에 오빠들 뒷바라지 한다고 청계천에서 미싱 돌리고 얼굴 헬쓱해져서 월급 따박따박 받아올 때마다 엄마 가슴이 찢어졌었어. 너무 착한 듯해. 너 미싱에서 온 글이 돼서 왔을 때 미안하다. 妈妈没想到女儿的病情竟如此严重，她再次把女儿拥入怀中。 정서방, 내 새끼가 왜 이러나? 回到家，妈妈把自己关进房间，她心疼女儿变成如今的模样。这时，爸爸下班回来，他炫耀着给儿子买的补品中药。妈妈听到他们的对话，气冲冲地从床上起身，她抱起桌子上的药，狠狠地摔在了地上。 당신 눈에는 아들밖에 안 보여? 하고 싶은 것도 못하고 우리 지영이는 헛개비가 돼가는데 당신은 사지 멀쩡한 아들로 한약이나 지어오고. 妈妈责怪爸爸从来都不关心女儿，从小到大给儿子的永远是最好的。出差给2个女儿的礼物是笔记本，给儿子的却是一支价格昂贵的钢笔。晚上，大贤拿出智英发病时的录像，看到自己怪异的行为，智英明白是自己生病了，她心疼地看着丈夫。 고생했겠다, 오빠. 明明是妻子生病，却还要反过来安慰自己。大贤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泪水，自责悔恨在此刻全部爆发。这天，弟弟专门来看望生病的姐姐，他带了姐姐最喜欢吃的豆沙面包，可智英却说自己喜欢吃奶油的。之所以会让弟弟误以为自己喜欢吃，是因为弟弟喜欢吃豆沙面包，所以从小爸爸就只买这种面包。弟弟拿出那只姐姐一直羡慕的钢笔送给了他。 너 티나는 거 알지? 弟弟没有说话，临走时他对姐姐说：“ 아프지가 않나? 面对弟弟突如其来的关心，智英心里十分感动。她决定为了家人接受治疗。智英把压抑在内心的想法告诉了医生。在外人眼里，她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一个爱自己的老公和一个乖巧的女儿，但她却觉得自己活得很狼狈，受了委屈从不发泄，总是默默忍受。医生告诉她，这就是病症所在，只要她能勇敢地做出反击，就会回归正常人的生活。这天，智英不小心打翻刚买的咖啡，她急忙弯腰清理，却被一旁的人说她妈虫。这次智英没有逃避，她来到男人面前。 저기요, 저를 아세요? 네? 제가 왜 맘충이에요? 지금 여기 와서 커피 주문하고 나랑 마주친 게 겨우 10분도 될까 말까인데 당신들끼리 한 말이면 들리지 않게 해주세요. 가자, 그만해. 가. 智英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轻松，在医生的开导帮助下，她的生活也重新走上正轨，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她开始敲击键盘，把自己的故事写了下来，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82年的金智英。人生是一个漫长的旅行，不要让别人的行为思想把自己困住。感谢生活中所遇到的经历磨难，使我们的人生增添了许多色彩，也让我们变得五彩斑斓起来。